美国彭博商业周刊16号刊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专访内容。他说，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台湾联合新闻网随后发表题为“帮看门还示弱，特朗普要保护费刚好而已”的评论，表示，拜登多次号称要保护台湾，让民进党当局欣喜若狂。现在特朗普却宣称要向台湾索取保护费。那么，特朗普叫嚣要让台湾交保护费，又真的会保护台湾吗？赖清德又将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呢？一起来看短片。7月16号，彭博社发布了一篇对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专访报道，其中提及台湾问题，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特朗普认为，由于美国全部的芯片业务被抢夺，且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台湾方面应当向其支付防务费用。特朗普在专访中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而距离大陆只有68英里。特朗普直言：“我的意思是，我们有多蠢？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回溯过往，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发表类似的言论。2021年3月，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专栏记者乔什·罗金出版了一本关于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政策的书，名为《天堂下的混乱》。书中就披露，特朗普与一位美国参议员曾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台湾离大陆只有2英尺，距离我们却有8000英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分析称，这说明特朗普早已对台海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台海问题上，大陆在军事上有绝对的优势。事实上，特朗普今年4月就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也曾提及保护费。有观点指出，特朗普对收保护费感兴趣，但对保护台湾并不感冒。原因是特朗普及其基本盘都是反对美军参与海外行动，尤其是打大型战争。因此，要让特朗普为台湾付出真枪实弹，恐怕难上加难。但利用台湾牌作为筹码造价，是特朗普擅长的事情。就在特朗普抛出保护费之说之后，其任内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提出，台湾地区的防务支出应该增加到其 GDP 的5%。由于近期特朗普在选战中声势上扬，奥布莱恩此言被指是在给台湾下指导棋。而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提升保护费照单全收。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这是在防卫我们自己，保障我们的安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甘当棋子，顽固以美谋独，棋子最终只会变成弃子，将台湾推入险境，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岛内民众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永远奉行所谓美国利益优先，台湾呢是不会成为例外。实际上，多年来，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已经逐步增加了防务预算。从陈水扁时期开始，美方总将防务预算占 GDP 3%的数字明里暗里强加给台当局，声称如此的投资规模才算是所谓的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在特朗普执政4年时间，美对台军售11笔，价值高达183亿美元。特朗普也成为单一任期内对台军售金额最高的美国总统。蔡英文8年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28次，台湾支付了253.36亿美元，但是至今仍有197亿美元的军售还未交货。中国国民党智库研究员接种分析指出，若要依照奥布莱恩的意见编足 GDP 的5%，则2024年防务年度预算需编足1.23万亿，将占台当局总预算支出比例43%，这相当于台当局每花2块钱就有将近1块钱用在了防务上。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的专访点名了台湾芯片，导致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股价于当地时间7月17日盘中应声下跌超过2%。不过，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点名台湾地区芯片产业抢走美国生意。Taiwan did take all of our chip business. You know, we used to make our own chips. Now they're made in Taiwan. 90% of the chips Advanced semiconductor chips, 90% are made in Taiwan. 但实际上，当初为了促使台积电赴美投资建厂，美国采取了各种政治手段展开行动。2020年5月，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立一座芯片工厂，主要生产全球最先进的5纳米芯片。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高调表态欢迎，对台进行政治鼓励。2021年5月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公开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向台积电等台企施压，要求他们要更多考虑美国本土需求，在美国制造更多的芯片。
2022年12月，台积电宣布在亚利桑那州新建2期新工厂，投资规模扩大到400亿美元，生产技术由5纳米制程技术提升至3纳米。目前，台积电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第3座工厂，甚至还将上千名高级工程师举家送往美国。另外，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民进党当局也加紧布局与美方对接的人士。近日，台媒披露称，赖清德的亲信、民进党现任副秘书长杨义山内定接任台当局驻美代表处副代表，这人事任命引发了岛内质疑。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介绍，今年45岁的杨义山在陈水扁当政时就投入民进党幕僚工作。赖清德去年担任民进党主席后，杨义山被延揽担任副秘书长，今年年初被指派为代理秘书长，时间长达5个多月。在赖清德5月就职后，他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不过，空降一位没有美国留学工作经历，也没有与美方人员接触过的人士，岛内对此纷纷表示担忧。台当局前外事官员介文吉称，以杨义山的背景，恐怕连美方也不会信任。美国大选逐渐白热化之际，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及台湾问题。他威胁说，台湾芯片夺取了美国的芯片事业，台当局应该交房屋保护费，这个什么样的意图？这就是特朗普这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眼中的美台关系定位。民进党现在要搞台独，我们说他是吧，以外或者以美谋独，这很明显他是有求于美国。但是在保护费这3个字的背后，隐藏了台美关系的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定位，这一点一定要认清楚。一个主仆的关系啊。我想大家都明白，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谁能够保护台湾是祖国大陆。所以这一点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明白。所以美国就算是拿了台湾的钱，美国也不可能保护台湾。所以台湾给了美国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美国越来越大的胃口。于先生，您看啊。芯片问题它是一个产业问题，而这个所谓的房屋保护费呢是一个安全问题。特朗普把这2个问题杂糅在一起，是什么意图？你看到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台湾的股市就跌得非常的凶，说明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社会大家的冲击是很大的。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们经常说谈钱就伤感情了，但是特朗普明确的就在跟你谈钱，交易行为，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感情。当讲起台湾的时候，特朗普最直接的能想到的2个事儿，一个是芯片，一个是所谓的保护费。那么这2件事情我们要分开来说。第一件事情是芯片，那么你去看台湾芯片产业在里面起核心作用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很多人当年是在美国的一些芯片公司工作过，他们后来回到台湾，那么让台湾的芯片产业开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在美国的公司上班，上到一半回到了台湾？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这些美国的公司根本不懂得用人，根本不识人不用人，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舞台。所以台湾的芯片产业的发展根本不是特朗普讲的什么偷了美国的技术，不是。包括今天他们在美国发展也是水土不服嘛。是的，所以核心是在于是你美国自己的问题。特朗普任内他的最后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未来台湾当局啊要交的这个防卫费要占到 GDP 的5%，现在是2.5%，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知道共和党呢，相对跟美国的这些军工复合体，它的关系就比较密切，所以一旦共和党上台之后，那么这些军工复合体一定会通过共和党政府向台湾当局去施加更多的压力，台湾方面议价的权力就会非常的低。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觉得，那我想收多少钱，想收多少所谓的保护费，就能收多少所谓的保护费啊。面对特朗普，他张嘴就保护费，这一听，他这格局一下子就下去了，对不对？而且我估计在美国，在共和党内也有人会批评他，认为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别把你那个在家里那个瞎聊天的那一套搬到这边，这政治外交上不了台面了，这太上不了台面这种。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全面的，而且更加的客观、务实，同时有创新的来把握这个格局是必要的。美国方面一直有依赖论，那么赖清德怎么来让美国去打消对他的这种疑虑？据说最近有一个人啊要空降到美国，可能是赖清德要打造第2个萧美琴。是，您怎么看？
任用这个杨义山呢，我觉得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赖清德要去跟萧美琴争夺在对美事务上的主导权。之前呢，大家一直认为说赖清德已经同意把对美事务交给萧美琴来处理，但是这个时候任用了杨义山，我们这个人身上赖清德的色彩是非常浓的。但是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杨义山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萧美琴。杨义山的这个读书呢，他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读的。过去很多的工作实际上是放在所谓的文化呀，大概这些领域当中，只是最近才开始逐渐的在转向一部分的对美的工作。所以从这2点上来看，就算赖清德有心想去栽培杨义山，但是从杨义山的准备来说，他过去的这个准备的情况是大大的不足的。无论谁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我们应该如何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呢？今天中国大陆跟台湾的统一，能够让台湾现在目前的所处的处境可能更好，可能更为上。台军年度汉光40号演习7月22号起开始5天4夜的实兵验证科目。然而，岛内媒体对这次演习的接连爆料证明，汉光40号演习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反而在绑架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方面更进一步。今年的汉光40号演习于7月22号到26号展开。相比往年，今年将聚焦无剧本实战化演练，并强化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全社会韧性防卫。因此，以往曾频繁登上岛内媒体的战斗机战备道起降、潜艇实弹发射重型鱼雷、新装备首次参演等表演性质的演习内容都将取消。虽然台军特意强调这次汉光40号演习是无剧本演练，但岛内媒体随即披露，台湾陆军部队在演习前1个月就在预定战术位置挖筑壕沟工事，甚至台湾交通部门航港局还先一步公布号称无剧本演练的预演时间，这都让台军所谓的无剧本演练成为空谈。而演习的第1天，台防务部门万万没想到，一段河边垂钓民众与台军官兵同框的视频在网络疯传。视频显示，有民众钓鱼钓到一半，突然发现自己被一整排持步枪的台军士兵包围。钓鱼的阿伯惊问：“这是什么情况？”台退少将厉正杰表示：“这样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大家都当笑话看，糟糕又丢脸。”其实，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宣传上下了不少功夫，不仅推出演习宣传片、科普动画片，还推出虚拟主播用18种语言进行播报。然而，一年年的汉光演习，正如岛内民众的批评，演来演去，真的就都是在做戏。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证实，本次将演练境外物资接转暨交通运行管制，将动员多个单位。台湾是海岛，若发生战争，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的物资如何送抵，将成为一大课题。对此，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很清楚，台湾岛是外向型经济，其严重依赖海上运输通道。位于西南部的高雄港、东部的花莲港等港口是台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一旦台独势力图谋不轨，解放军势必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运输通道率先会受到打击。一旦那个台独势力图谋不轨呢，解放军肯定要采取军事行动，这些港口通道，那么首先会受到封锁打击。22年8月到今年5月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边进行演习呢，其中重点呢之一呢，就是要演练切断台独分子他的外逃路线，同时呢要阻止外部势力对台独这个增援和运补。我想通过这几次演习，对岛内的台独势力给予了极大的震慑，然后也给台湾当局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此外，岛内许多公庙还被要求签订弹药预囤点支持协定书，引发恐慌和质疑。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是在跟随美国指挥棒，强化所谓全民参战、焦土作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极力贴靠美方，一意孤行，加紧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紧张动荡，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他们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美国武器，千方百计地迎合美国，一步一步将台湾绑上台独的战车，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对此是有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实际上，这些年的汉光演习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重点科目，就是如何让民进党高官在战时逃离台岛，
可见民进党当局内心深知，搞台独是死路一条啊。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在岛内演戏，另一方面极力阻挡两岸交流。2020年初，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禁止大陆居民赴台，并叫停岛内旅行社经营赴大陆团队游业务。去年11月承诺今年3月解除禁团令，不料今年2月又突然要求旅行社停止招揽赴大陆团客，6月1号起不准出团。尽管台当局设置重重关卡，但依然无法阻挡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的热潮。近期，有岛内视频博主就采访了岛内民众，谈及自己家人对大陆的观感变化。前几天分享那个在新疆玩的心得那个视频，很多人看，你知道吗？那回来之后，如果跟他们讲一些当地的美食啊、美景啊，还有生活，他们是运用什么行动支付，那些很方便。还有遇到那些当地人很热情啊，就直接在路边给你水果、哈密瓜吃。所以我爸妈可能就这次看到我这次这样勇闯新疆后，也觉得说可以。会跟我一起想要来大陆看看。那你有看到那个留言板评论区，就有些嘴炮，你一定是收了那个大陆的钱啊，去那边去新疆玩完之后要回来说他们好话啊，关于这个你有什么要 disback 的？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啥？装睡的人你叫不醒。24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和岛内业界诉求，迟迟不解除禁团令，是在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侵害台湾旅游业界的利益。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以实际行动推动恢复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好，于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正在进行的这次汉光军演啊，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今年的汉光军演啊，其实最大的特征呢是它的噱头特别的多，因为赖清德想展示出他和蔡英文不一样，而换了一个新的防卫部门负责人，这个顾立雄也想展示出说他有能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没这个能力。关键是换汤不换药。台当局立法机构16号通过决议，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施政方针做报告，但是遭到了赖清德的拒绝。赖清德到底在怕什么？赖清德去做施政报告，这稿都是写好的，你拿去念就可以了。而且你念完施政报告之后，民意代表会质询你。可是赖清德过去做过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那么他对于民意代表的这一套他是很熟悉的。他开始执政之后呢，他把这个要不要到立法机构做施政报告、接受质询呢，当成是一个蓝绿对决的话题。也就是说，他就是不要。而赖清德这个人过去的性格，我们来看，他是根本不尊重民意的。台当局立法机构16号还表决通过了另外一项决议，就是要求解除岛内民众组团赴大陆观光限制。那蓝白联手力推决议的通过，对于当下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个势头很好啊，就是蓝白不断的发现，比较合情合理的一些法案，比较合情合理的对赖清德的这个当局的一个制约。台湾媒体也注意到了，就是民进党的也有2、3票没有投，有3席刻意缺席，用各种的方式躲开，他就怕影响到他所在的那个选区的民众对他的反感。对，蓝白合作在立法机构确实做成了很多事情，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一定的制衡，特别是针对他们的一些台独行径，又有怎样的遏制作用？在立法机构里，我们现在看到说，其实蓝白是站在了台湾主流民意的一边，在推动了很多的台湾民众期待的法案在通过。那么我想，这对于蓝白整个政治力量的上涨，或者是政治声势的上涨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民众党的角色。因为如果所有的法案在过的时候，民众党都是一个跟国民党合作这样一个角色的话，民众党最怕一件事情是变成一个小蓝。因为如果变成小蓝的话，万一他未来的席次减少的话，他怎么办？所以那么这个合作到什么时间点上，民众党会和国民党有差异？我想这一点上大家都在观察。这是那个时候绿营就抓住机会了啊。对，那个时候就有可能给绿营有机可乘。以柯文哲的个性来讲，他绝对不会说蓝绿对抗，他觉得蓝比较可靠就靠向，他不会的。台湾今天如果有蓝白合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白要去靠蓝，对，而是因为绿压迫的白，让白感觉到我为什么不跟蓝一起来联手？你会发现白的在拿年轻人的票，而国民党和民进党更多的在拿老人家的票。换句话讲，就是
白银的崛起其实是网络政治在台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折射。你会觉得说，哎，有的时候白银所讲的话，为什么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就很喜欢听啊？因为它有很多的大数据分析，它是通过分析之后，然后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赖清德似乎是一出事儿啊，就要召唤他的粉丝团青鸟飞出来替他解围。青鸟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发挥的效果大吗？就是青鸟这些人，一方面他是绿鸟，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是老鸟。因为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里是少数，所以他们想从外面再拉一些人来给他们壮胆，对，给他们撑个场面。我们看到最近在7月上旬的时候，民进党开了一个所谓的青年的营队。那个营队按照民进党的说法说，哎呀，很多人报名啊，最后筛选呢，就是从报名人当中能够筛选出来的人呢，这个筛选率有40%，几乎全部都是所谓的青鸟。这说明什么？说明等于是民进党搞了这么个青鸟，然后这个营队呢，其实是把这些人呢，相当于是给你们找个地方好吃好喝，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呢拉拢一下关系之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的利用他们。所以这个里面大家就看得很清楚，这个青鸟根本不代表任何的民意，更代表不了台湾的年轻人，它仅仅是民进党的一个工具而已。